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劫匪，他们不抢银行，而是直接抢了西班牙皇家印钞厂，8个人搁印钞厂里11天，疯狂印刷了24亿欧元。这些钱让你一张一张的数，一辈子你都数不完。这么多钱，他们要怎么带走？那就是挖地道，但挖地道需要时间，于是团队的老大教授早就获知了重要人物小羊羔会在当天参观印钞厂。小羊羔是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女儿，有她做人质，警方就不敢贸然行动。行动当天，队友设下路障，劫持了运钞厂的押运车辆，然后伪装成押运人员，堂而皇之的将车辆开进了运钞厂。黑客里约躲在车厢，切断了印钞厂的报警系统。东京和内罗毕则来到印钞厂的正门，随着吧唧一声枪响，卡车里的劫匪以及大门口的2名队友里应外合，迅速控制了里面67名工作人员，一切行动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随后他们关上印钞厂的大门，至此他们完全掌控了整个印钞厂。接下来他们没收了所有人质的手机，切断信号，然后通过下水道连接一根与教授通讯专线。接着他们拎着2袋钱打开了印钞厂的大门，外面的教授算好警方赶到的时间，等警察一赶到，队友拎着小钱哗嚓一下冲出去和警方火拼，紧接着丢下钱袋再折返回印钞厂。这把厂长也看懵逼了，劫匪这是啥操作呀？原来教授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警方误以为劫匪逃跑失败，成为了瓮中之鳖，这样他们就依靠人质可以和警方对峙，就能争取大量的时间在里面悄悄的印钱，每个点能印800万欧元。嘿嘿。内罗毕呢，给工作人员分配3包刀，24小时开足马力不停运转，他们跟警方对峙的越久，就能印出越多的钞票。队友看着这流水般哗哗的钞票，顿时都高兴嘚儿了。与此同时，队友莫斯科带领着人质也在加班加点的挖掘逃跑用的地道，而警方这边对大楼的内部一无所知，于是总指挥金姐打算对大楼进行强攻，但这一切都在教授的计划之内。他让人质穿上与劫匪一样的衣服，然后带上人质搁大门口迎接特警。特警搁门口钻了个窟窿眼子往里瞅，哎呦，勃朗宁重机枪每分钟喷射1200发子弹，看着劫匪火力如此之猛，特警吓嘚儿了。同时呢，劫匪让小羊羔给警方通话，得知英国大使的女儿也搁里面，警方怕了。大使一旦出事那可是国际事件。金姐无奈只好放弃强攻。随后教授给金姐打去电话，他用变声器问金姐有没有对象。金姐知道教授这是搁这拖延时间呢，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劫匪正24小时开足马力搁里面咔咔印钞票呢。抢劫案陷入了僵局，金姐便来到酒吧借酒消愁。在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手机突然没电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教授居然递上了自己的手机，金姐做梦都寻思不着啊！劫匪竟然敢如此嚣张地出现在眼巴前儿。接着教授故意把话题扯到这次抢劫案上，从而获知了警方非常在乎人质的安全。这是教授最希望看到的，他就是要利用人质尽可能的争取时间，多印点钞票。第二天教授再次和金姐邂逅，这顿时让金姐感觉到不对劲呢。他反手擒住教授，上下搜身。哎，说你是哪个媒体的记者？这时老板走过来给教授作证，我认识他，他这1年天天都搁我这儿。不得不佩服教授的高情商呀，提前1年就已经谋划好了和金姐邂逅。随后金姐向教授道歉，请他吃饭，渐渐的2个人居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劫匪对待人质也是非常的人性化，人质想吃啥就吃啥，都会用个小本本挨个记下，然后让警方给送过来。人质觉得闷得慌，劫匪就会让人质穿上跟他们一样的衣服上天台溜达溜达。谁知印钞厂厂长突然抢过劫匪的枪，劫匪一看立马假装人质抱头给厂长跪下，狙击手自然就把厂长认为是劫匪。警方以为劫匪要处决人质，于是果断开枪，结果发现倒下的人是厂长，好在只打中了厂长的肩膀头子，并不致命。而劫匪的老大教授对此次抢劫力求要做到0伤亡，所以他便同意让警方安排医生来给伤者做手术。但教授料想到警方指定会安排个警察混进来，果然教授从监控里一眼就认出他之前见过警方副指挥这小胖子。看到这儿，教授欣喜不已啊，他让队友假装检查小胖子的随身物品，然后趁机在胖子眼珠上打个洞，放进去一个微型监听器，再修复好表面。胖子接过眼睛，对此毫无察觉，这样教授就能轻而易举地监听到警方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金姐安排了2名警察爬进通风管道，2个人身穿劫匪同样的衣服和面具，打算混进大楼充当人质。但整栋大楼的无线电都被教授监听，教授立马通知队友，我是教授，执行 B 计划。而 B 计划就是换面具。当手术完成的胖子看到劫匪和人质全都换了面具，顿时下巴一身冷汗呢。他赶紧冲进指挥所，让金姐终止了行动。金姐不知道此次警方所有谈话的内容全都被教授听得一清二楚。随后劫匪为了安抚人质的情绪，允许人质给家里人录段视频报平安。可轮到小羊羔时，他趁劫匪不注意，居然偷偷联系了警方。警方根据信号立马入侵了手机，
虽然说李月及时发现并摔了手机，但他的脸蛋子已经被警方拍了下来。警方抽丝剥茧，很快就查到了李月的女朋友东京。接着警方调取了前几天印钞厂监控的录像，发现前来踩点的东京。通过东京携带的汽车钥匙，警方很快锁定了汽车型号，而这辆车上留有所有劫匪的指纹。要命的是，队友熊大根本就没有按教授的吩咐毁掉汽车，而是把这个车卖给了报废厂。一旦汽车被警方查到，那整个计划必将满盘皆输。于是教授立马前往报废厂清理指纹，然而他刚一进去就被保安发现了。逃跑中，教授躲进了一辆废旧汽车。等保安走后，教授们搁这费劲巴拉的，终于找到这辆汽车。他戴上头套和脚套进入车内，用氨水把车内的指纹全部清理掉。临走时，教授把沾有柏林指纹的纽扣放进了车里，因为柏林违抗他的命令，动了杀人质的念头。纽扣就是对柏林的警告。然而这时警方已经查到这儿了，教授被堵在废弃厂无法离开，于是他趁着警方不注意偷偷藏进另一辆车里，谁知车里面竟然有条流浪狗，狗子一叫立马自己就会暴露啊。于是教授撕碎衣服，用机油混的泥土抹自己脸蛋子上，再用铁丝捅破自己的鼻孔子，之后他牵着修钩伪装成流浪汉走向门口。当警察看到他这副模样，嘴里臭烘的，便一脸嫌弃的放他离开。此时金姐看到了地上的氨水瓶，发现汽车是被清理过的。然而当金姐追出去的时候，教授早么就撩没影了。但报废厂的保安却说：金姐，我记得教授长什么样。教授监听到警方的谈话之后，立马上网查询保安的信息，得知保安是个俄罗斯人，并有一个姑娘。教授赶紧来到街上，找到一辆警车，趁着警察去买咖啡，教授用一根铁丝子撬开警车。当保安即将拼凑出教授的样貌时，教授拿起车上的对讲机，用俄语威胁保安：你的女儿叫娜特莎，我现在就在你女儿学校门口，我的同伙在你的老家正盯着你的媳妇儿，如果你拼出我的样貌，你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保安一听，吓得赶紧删掉画像，而总指挥金姐才意识到这话是威胁保安呢。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保安不肯再合作。金姐寻思，每次行动劫匪都比俺们快一步，这让她认为警方内部一定有劫匪的卧底。随后金姐通过纽扣上的指纹查到是劫匪的二把手柏林，得知柏林患有肌肉萎缩症，每天都要注射药剂维持生命。为了防止信息泄露，金姐让副指挥小胖子单独去追查药房的购买记录。当胖子查到一处药房有大量的购买记录时，结果不用寻思，他指定来晚了，购买记录早就被教授给偷走了。金姐得知之后突然意识到，那事儿只有胖子他俩知道，但他自然就怀疑胖子的卧底。胖子一听立马急眼了：你个臭老娘们儿，你整天跟小白脸搁一块儿，你们怎么不怀疑他呢？我们一看他的长相就有问题。原来胖子一直暗恋着金姐，他被金姐踢了这个案子之后啊，郁闷的胖子找到教授，趁教授不注意偷偷顺走了教授用过的勺子。随后他把勺子拿去采集指纹，看是否和警车上的指纹一致。很快胖子接到电话，确认了2枚指纹是同一个人。胖子高兴嘚儿了，赶紧拨打金姐的电话，要告诉他教授就是幕后大 boss。但他万万想不到，此时的金姐正躺在教授的温柔乡里，根本没听电话铃声。结果胖子一着急，车辆失控出车祸了。当金姐得知胖子昏迷之后，这才发现胖子眼睛里的监听器，原来是自己错怪了大胖子。然而就在这时啊，印钞厂的大楼后门突然爆炸，原来是挖地道的人质袭击了劫匪，他们用小推车引爆了门上的炸弹。此时赶回来的教授看到监控，为时已晚，10几名人质已经从门口逃出去了。楼内的劫匪听到爆炸声，赶紧抬过来钢板的堵住大门。特警一看，疯狂朝钢板突突，队友们根本压不住。随后特警依靠强大的火力，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冲进大楼。东京见状，立马推出勃朗宁重机枪，机枪每分钟喷射1200发子弹。特警一看，吓得拔腿就跑。队友则是趁机用钢板堵住大门，拿钢管顶住钢门，然后用焊枪把大门给焊死。危机这才得以解除。随后丹佛怒斥教授：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此次危机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呢？你缺心眼儿啊！教授被怼得哑口无言。此时他终于意识到，爱情就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接下来教授为了让其他人质老老实实的搁这待着别惹事儿，打算给每个人家里邮寄100万，收买人心。哎呦，你该说不说，这教授他有2招啊。